Hello， 米娜桑们，欢迎来到异世界测值品鉴时间。话说，勇者第二次被召唤到异世界，才发现对自己爱而不得的基友东真已经开始追求毁灭世界了。为此，他故意挑起人魔两族的战争。人族军队士气高呢，前往魔族大陆开战。一群高中生被召唤来之后，上了10几天勇者速成班，也被赶得上架撵上了战场。东真才是幕后黑手，这件事只有勇者的几个心腹知道。眼看就要去跟魔族打一场不必要的战争，争取阻止战争爆发的阿雪还没有任何消息。夕阳相信阿雪一定会回来，他要做的就是在此之前拖延时间，尽可能防止这场战争出现牺牲者。人族军队乘船登陆魔族大陆，有士兵冲锋在前负责突击，格雷因带着勇者小队绕后突袭，各种魔法攻击你来我往，花里胡哨，战斗激烈了，但不完全激烈。勇者小队毕竟都是根本没参加过战争的高中生，一个个手忙脚乱，慌了一批。夕阳算是这里面最冷静的，他前脚救下一个差点被袭击的女同学，后脚又跑去阻止沙荒里的男生对濒死的魔族下手。空中突然出现魔法阵，紧接着大批魔导兵冲进战场，不分敌我的开始大肆屠杀。阿丽泽也被东真的手下梅瑞亚控制成了傀儡，梅瑞亚切开手腕召唤魔物大肆破坏，结果4只据说非常厉害的魔族被主角阵营的伙伴当场秒杀，甚至连最强王牌阿丽泽都倒在了格雷因的剑下。梅瑞亚气得大喊他们作弊，不是吧妹妹，出场逼个拉满，结果就这。艾鲁加乘胜追击，打掉梅瑞亚的匕首，一剑贯穿了他的心脏，本想着心脏破裂之人必死无疑，没想到梅瑞亚居然又踉跄地站了起来，而且魔力还在渐渐增加。他的身体是改造过的，所有器官都比普通人多一个，早已经是一个怪物了。当时如果没有东真解救，他只会在无尽的实验中痛苦的死去，所以他必须要为了东真奋战到底。说着，梅瑞亚发动界限突破，召唤奇美拉，并将自身与怪物融合。为了提升魔力，消耗自己的性命与憎恨。不是我说妹妹，你知不知道上一个怪物融合的人最后就剩一个眼睛了？夕阳和提亚联手挡下了奇美拉的一击，但是他们已经筋疲力尽了。而就在这时，一只白色蝴蝶飞过战场，清醒的阿丽泽一剑贯穿了他的要害，在梅瑞亚濒死之际将他紧紧搂住。尽管梅瑞亚欺骗利用阿丽泽，但他又何尝没有将阿丽泽当成自己的姐姐呢？失去魔力的奇美拉石化死亡，阿丽泽勉强保住了一条命。而就在大家准备原地休整的时候，场上突然刮起一阵龙卷，新的敌人出现在眼前。格雷因等人已经疲惫不堪了，夕阳挺身而出准备迎战，可惜还没等他大显身手，阿雪就英雄天降抵达战场。夕阳高兴地扑向阿雪叙旧，你们倒是把敌人放在眼里一点啊，这也在战场上呢。黑发男真的很有礼貌地等他们叙旧完毕，还讲武德的哈雪1v1。阿雪给了夕阳一个眼神，夕阳心领神会地张开防御保护同伴。黑发男不明白阿雪为什么要关心弱者，还是他享受怜悯时的优越感。阿雪听不懂他在说什么，保护重要的同伴不是理所当然的吗？他只管随心所欲地保护这个世界。黑发男一听，贯彻信念只是强者的特权吧，这个世界果然应该灭亡。听听你这话有点逻辑吗大哥，怪不得只能当反派。白猫美猫再次遇上黑狗，白猫坚信黑狗不是坏人，只要坦诚相处就能重归于好。可黑狗完全没有想跟他们玩什么姐妹游戏的打算，如果真的把她当姐姐，那就乖乖的去死吧。事到如今也只能战斗。一番并不激烈的战斗后，白猫姐妹联手将黑狗击败。很明显，在这个世界里没有补刀的概念，白猫本不打算对黑狗斩尽杀绝，倒是黑狗被他们一口一个姐姐妹妹恶心的开大，爆出出手对白猫姐妹疯狂殴打。白猫很快被打得遍体鳞伤，姐妹情算个屁，有的就只有诅咒。美猫痛斥黑狗根本不懂白猫为什么为她当姐姐，认为姐妹情是诅咒的只有她一个。白猫奔向美猫，姐妹俩牵手发动兽化融合，没错，她们合体了，她们放大了，她们秒杀了邪恶的黑狗，好精彩呀！黑狗曾经也有2个相依为命的姐妹，但最终都死于残酷的实验，就连黑狗也只能孤零零的死去。人妖比尔把魔族军队吓得瑟瑟发抖，路亚抱起一拳将比尔砸飞出数米远。比尔爬起来却毫发无伤，他的肉体也经过改造，变得和钢铁一样坚硬。在他看来，东真毁灭这个世界只是强者的贯彻自己的信念，就像那些肆意改造他的人一样，甚至还搬出死去的卢加刺激罗亚。罗亚小孩心性经不起刺激，冲上前对着比尔的脸就是一脚，比尔皮儿都没破，反倒是罗亚的腿被反伤的不轻。她是兽王的女儿，蔑视兽王荣耀的人必须死。但没想到比尔不仅拥有钢铁身躯，还是个钢铁侠，能将自己的身体分解成钢球，对罗亚进行全方位无死角的殴打。罗亚倒在地上没了动静，充分发挥不搏到精神的反派扭头就走，还不忘插上嘲讽 buff。在这个世界里，就算怀揣荣耀也毫无意义吧。罗亚不出所料的根本没死，为了守住兽人的荣耀，就算失去性命也没有关系。罗亚浑身能量暴涨，完全不顾铁锈的攻击冲向比尔。兽王的血清会在临死前燃烧生命，和敌人同归于尽。罗亚不顾自己被贯穿的身体，发狂地打穿了比尔钢铁覆盖的心脏。兽人的荣耀比世上任何钢铁都要坚固，但这同归于尽的打法让他只剩最后一口气了。但意外的是，比尔耗尽最后的生命选择治愈罗亚，没有人会关心他这种怪物。他希望罗亚能一直怀揣那傻傻的荣耀活下去。
回到黑发男和阿雪的战斗，见自己的力量完全不敌阿雪，他也选择破除界限，穿上银铠战衣，只要能赢阿雪，就算消耗生命也在所不惜。银之铠甲吸收所有能量，阿雪的剑无法对他造成任何伤害，当然是在阿雪平 A 的前提下。勇者本族的战力天花板耶，随便开了大招就把那身铠甲砍得稀碎，吸收一切力量，那就是把力量提升到你吸收不了。黑发男拼尽全力偏转攻击，也只能勉强保住一命，仍要和阿雪死斗。像阿雪这种生活在阳光下的人根本不明白，他们被创造出来只是为了战斗，根本没有容身之处，反抗这个世界直到死亡才是他们唯一的救赎。黑发男不要命的朝阿雪冲来，最终被一刀结果。他很感谢阿雪，让他在最后使出全力战斗，手下全军覆没。在东真的预料之中，他并不在乎，因为一切即将拉下帷幕。东真只身一人闯入魔王宫殿，等到阿雪赶到，蒙和利维塔已经遍体鳞伤了。阿雪自然不会允许东真伤害自己的伙伴，东真也不允许阿雪身边有除他以外的人。男童的嫉妒心真可怕。总之，两个人开始了最终决战。东真就能面对心爱的人，下手也毫不留情。两个人实力相当，慢慢打下去没什么意思。东真把自己的圣剑转换形态，变成了一把枪。对，你没听错，枪！一击击穿魔王城，轰平了远处的半个山头。这不是个剑与魔法的世界吗？变个枪多少点欺负人吧。阿雪还把东真到处射击，伤及无辜，先下手为强，对着东真飞起一脚。两个人飞到天上，打得昏天黑地。见自己无法命中，东真也把枪变成加特林，对着阿雪哐哐扫射。阿雪竖起黑丸挡下攻势，随后召唤暴噬将攻击吞噬。双圣剑在手，东真迟迟无法命中阿雪。此时阿雪的伙伴陆续赶来声援他，而东真的身后空无一人。回想自己被抛弃的痛苦，东真周身怨念翻涌，阿雪又要抛弃他一个人了。这时阿雪才注意到东真似乎被什么东西控制着，东真魔力爆发，破除限制。没错，他召唤出了机甲，就算赌上性命也要和阿雪一决胜负。猛烈的火力攻击让阿雪根本无法近身，见自己无法攻击的阿雪，东真居然矛头一转，将攻击指向观战的铜板。虽然阿雪勉强用暴噬吞下一股能量，但是还是有一套不偏不倚的砸中魔王城。好在几人奋力竖起防御屏障，才幸免于难。阿雪见此也不再留手，双刀流劈开东真的机甲，本以为胜负已分，承载诅咒的相连却让东真再次爆发出非人的力量。他召唤出了一把大炮，阿雪猝不及防吃了一击，重伤倒地。发现自己赢了过去只能一直追赶的阿雪，东真更加坚信自己是对的，这种世界果然应该毁灭。阿雪强撑着站起来，东真确实变强了，但失去了重要东西的东真是绝不可能战胜他的。这时东真突然发现自己竟然被空间魔法禁锢在了原地，原来阿雪早就做好了防御，等他上钩呢。被割据的东真无法召唤大炮，只能看着阿雪挥动爆射剑的吞噬。东真绝望地向阿雪伸出手，他不想孤独地死去。阿雪不是说好会保护他的吗？但换来的却是阿雪冷漠无情的眼神。东真这时候才明白，原来他的愿望只是想要陪在阿雪身边。天空开始飘雪，东真睁开却发现自己没有死，原来阿雪那一击只吞噬了他身上的诅咒。去赎罪吧，无论花上多少时间，他都不允许东真以死来逃避。大战结束后，东真的处分也下来了，他需要耗尽全部的魔力将勇者小队送回原来的世界。失去魔力的他也成了普通人，也就不能干坏事了。送走勇者小队后，东真和阿雪告别，离开王国四处旅行。阿雪按照约定和夕阳踏上旅途，悠哉地享受起了异世界的生活。